如果李牧不死，赵国是否有翻盘的机会？如果信陵君未被离间，函谷关是否早已失守？人们常说秦灭六国是顺应天意，却不知在统一前的最后30年里，秦军曾多次被逼入绝境。从河外之战大败秦军，到五国联军突袭咸阳腹地罪城，东方六国绝非待宰羔羊。真正的转折点往往不在战场，而在于六国后方的内耗。长平之战后，秦国国力碾压六国，各国再也无力单独抗衡秦国，合纵抗秦成了东方诸侯仅存的希望。战后，白起主张乘胜追击，一举攻灭赵国。赵国急忙派苏代贿赂并游说秦相范雎，刻意挑拨二人关系。范雎忧心白起灭赵后功高盖主，危及自身相位，便极力劝说秦昭襄王与赵言和，白起的灭赵大计就此搁置。到了公元前258年，秦国再度举兵围攻赵都邯郸，秦军久攻不克，损兵折将。赵国紧急向各国求援，魏、楚两国随即出兵驰援赵国。可魏军素来惧怕秦国威势，行至邺城便停滞不前。危急关头，信陵君魏无忌为了救赵国，不惜冒险窃取兵符，亲率魏军奔赴邯郸，与楚军和赵军联合击退秦军，解除邯郸之围。而战功赫赫却背负千古骂名的白起，因不满秦王此前的决策，多次推辞领兵攻赵，触怒秦昭襄王，于同年被逼迫自杀，一代名将就此陨落。邯郸之战后，赵国转危为安，信陵君魏无忌却因窃取兵符，惧怕魏王降罪，索性在赵国居住10余年。就在这期间，秦国步步紧逼，相继攻灭西周国与东周国，又趁着信陵君滞留赵国，魏国群龙无首之际，接连攻打魏国。魏王无计可施，只得派使者请魏无忌回国主持大局。公元前247年，魏无忌回到魏国，积极派使者联络各国，发起了第4次合纵攻秦之战。他亲自挂帅，率领魏、韩、赵、燕、楚5国联军，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，打得秦军将领蒙骜狼狈逃窜，联军一路追击至函谷关下，魏无忌也因此威震天下。秦王畏惧魏无忌的威望，再度使出离间计，派人潜入魏国，刻意挑拨魏王与魏无忌的关系。魏王本就对这个弟弟心存猜忌，经此一挑唆，竟然派人取代魏无忌执掌兵权，5国合纵攻秦就此瓦解。魏无忌心灰意冷，从此沉迷酒色，不问政事，4年后便郁郁而终。时间来到公元前246年，秦王嬴政即位，依旧坚定推行远交近攻策略，不断蚕食韩、魏、楚等国的领土，6国生存空间愈发狭小。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，东方各国深感唇亡齿寒。赵国将领庞卵力主合纵抗秦，很快得到楚国春申君黄歇的积极响应。这一次，联军吸取了前几次硬攻函谷关的教训，避开秦军重兵把守的函谷关，绕道防守相对薄弱的蒲坂，渡过黄河后迂回突袭秦国腹地。联军一路势如破竹，穿插关中平原，直逼距离秦都咸阳不远的罪城。秦国上下为之震动。吕不韦亲自率领秦军迎战，他分析联军态势，认为楚军远道而来，人马疲惫，又是这次合纵攻秦的主力，只要击溃楚军，5国联盟必然不战自溃。于是他集中秦军精锐，趁夜色掩护，对楚营发动突袭。楚军毫无防备，在秦军突袭下迅速溃败而逃。4国军队见状人心涣散，纷纷撤军，合纵联盟再度瓦解。此后，东方6国再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联合抵抗，秦国统一6国的大势已然不可逆转。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争霸与兼并，秦国已具备横扫六合、统一天下的能力。此时6国日渐衰败，秦国却国力蒸蒸日上。公元前238年，秦王嬴政果断铲除丞相吕不韦与长信侯嫪毐集团，正式亲掌朝政，开始周密部署统一6国的战争。在李斯等谋臣辅佐下，一套精准的战略策略应运而生，笼络燕齐，稳住楚魏，先灭韩赵，再逐个击破，一步步推进一统大业。不过，秦国的统一之路并非一路无阻。赵国在战国中后期堪称秦国的劲敌，名将辈出，战力雄厚。前有赵奢、廉颇坐镇，后有庞卵、李牧接棒，其中李牧更是撑起了赵国对秦抵抗的最后一片天。早年间，李牧长期镇守赵国北疆，凭借深沟高垒、示弱诱敌的精妙战术，一举大破匈奴，让匈奴10余年不敢南犯，威名震慑塞外。公元前233年，
秦国大将桓启率军东出上党，翻越太行山，深入赵国后方，接连攻占赤利、宜安两地，兵锋直逼邯郸。危急关头，赵王急调李牧率军南下救援。李牧临危受命，率军于肥之战大败秦军，成功化解危机。可秦国岂会善罢甘休？次年便兵分两路再度伐赵，一路从邺城北上，欲渡漳水进逼邯郸；另一路由太原出兵，攻取狼孟后直扑番禺。李牧审时度势，定下难守北宫的妙计，先集主力北上，在番禺大败北路秦军，随后火速回师，与司马尚合兵夹击南路秦军，秦军不敌，只能狼狈撤军。与此同时，韩国在秦国多年蚕食下，早已沦为七国中版图最小的国家，却因地处中原要地，成为秦国最先攻灭的目标。公元前230年，类史腾率领秦军攻破韩国都城新郑，韩国覆灭，由此打响了统一六国的第一枪。灭韩之后，秦国将攻势重心再度转向赵国，派王翦率领3路秦军围攻邯郸，赵都陷入危局。好在李牧、司马尚等人率军顽强抵抗，秦军猛攻多日，仍无法破城，战局陷入焦灼。秦王深知李牧一日不除，灭赵便无从谈起，于是转而使出阴狠的反间计，以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郭开。被收买的郭开在赵王面前恶意污蔑李牧、司马尚图谋反叛，昏庸的赵王不辨忠奸，就罢免2人兵权，还下令处死李牧。李牧之死意味着赵国抗秦支柱的崩塌。仅1年后，秦军便攻破邯郸，赵国覆灭，唯有公子嘉逃往代地，建立代国，苟延残喘。赵国一灭，燕国便直接暴露在秦国的兵锋之下。燕王终日惶恐不安，眼睁睁看着秦国扫平三晋，兵锋直指燕国，却又无计可施。情急之下，燕太子丹想出了一条孤注一掷的险计，派荆轲刺杀秦王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。这一年是公元前227年。虽然这场刺杀最终以失败告终，却险些伤及秦王。震怒的嬴政决定加快灭燕步伐。公元前226年，王翦率领秦军大举进攻燕国，燕代两国联军在易水河畔仓促阻击，却被秦军击溃。秦军乘胜追击，迅速攻克燕都蓟城。燕王喜与太子丹被迫弃城而逃，率领残部退守辽东。此时，秦国正全力筹备攻楚之战，便暂时放缓了对辽东的进攻。魏国地理位置关键，被称为天下之枢。秦国要南下攻楚，必先清除中间的魏国。公元前225年，秦王嬴政命王贲为主帅，率军伐魏。魏军依托都城大梁的坚固城防，闭城坚守，秦军久攻不下。王贲转而引黄河之水灌城，大梁城墙崩塌，魏王被迫出城投降，魏国灭亡。此时，放眼天下，唯有楚国仍具备反抗秦国的实力，凭借广袤疆域和雄厚的兵力，成为秦国统一路上的最后一块硬骨头。战前，嬴政召集众将商议灭楚之策，年轻将领李信意气风发，自诩只需20万兵力便可荡平楚国。这番话深得嬴政认可，而老将王翦深知楚国地大物博，民风彪悍，且有名将项燕坐镇，坚持认为必须动用60万大军才能稳操胜券。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兵力，嬴政难免心存疑虑，于是任用李信攻楚。公元前225年，嬴政派李信与蒙恬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楚，灭楚之战正式打响。初期秦军进展顺利，连破数城。李信领兵东进，计划与蒙恬在城附会师，可他万万没料到，项燕率领楚军悄悄尾随其后，追击3天3夜，趁秦军不备发起突袭，大败秦军，连破2座营垒，斩杀数名都尉。李信狼狈逃窜，最后率领残兵退回秦国。经此一败，嬴政认清楚国的实力，便亲自请王翦复出，并调拨60万大军归其指挥。公元前224年，王翦率领60万秦军再度攻楚，项燕率楚军在平舆与秦军决战，可王翦却避而不战，坚守大营，养精蓄锐，静静等待战机。楚军久攻不下，又迟迟等不到决战机会，项燕无奈之下只能率军东撤。可这正是王翦等待的时机，他立马下令全军追击。楚军行至涡河岸边时被秦军追上，被迫仓促应战，大败而逃。
秦军一路追击至祁南，斩杀项燕。随后，秦军乘胜进军，直取楚都寿春，逐步平定楚国全境。立国800余年的楚国就此覆灭。公元前222年，王贲奉命率秦军相继攻灭代国和割据辽东的燕国残余势力，燕国和赵国彻底灭亡。而齐国自五国伐齐后元气大伤，此后一直无心参与六国合纵抗秦。在秦军相继攻灭赵、韩、燕、魏、楚的过程中，齐国始终置身事外，坐视不管，既不整军备战，也不修葺城防，一味苟且偷安。公元前221年，王贲率领秦军挥师东进，直逼齐都临淄，齐王不战而降，齐国灭亡。至此，秦国横扫六国，一统天下，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混战局面。此后，秦国南平百越，北击匈奴，还修筑了西起临洮、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。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形成了。